别硬撑了，认下罪名，如实交代，才能得个痛快。不慎，陆玄启自15岁起登上这大祭司的位置，为臣鞠躬尽瘁10载，从无二心，这罪我不赦。皇上呢？我要见皇上。你死心吧，皇上不会见你。就你，你以为那些通敌叛国的罪证是怎么出现在你的住处的？是你陷害我！师妹啊，要怪就怪你轻信他人，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皇上已经等不及了，我这就送师妹你上路。师傅，不要！不要！我成了！从今往后，我将宁亏永存，不死不灭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说过不会抛下我。师傅，你说过不会抛下我的。师傅，别以为你自杀就能吓唬我们！我告诉你，彩礼钱我已经收了，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嫁过去。你无论如何都得嫁过去。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是我在这里装傻了，想死也得等我把彩礼钱拿到手了你再死。放我出去！我不想嫁人，我有男朋友了，我不想嫁人，放我出去！月晨，我不能如约嫁给你了，我们来生再见。这是借尸还魂？赶紧起来收拾收拾，等下死家就来人接你去结婚了，你可别给我们陆家人丢脸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本座从前乃堂堂大祭司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本座动手？我可是你妈，这样训一下小辈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居然敢跟我动手！你口齿大乱，鼻梁露骨，分明是克夫克子的面相，根本不可能有孩子。你哪来有这么大的？小贱人，说谁生不出孩子呢？啊！老娘好心好意帮你说一门这么好的亲事，你不但不感激，你还咒我你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可不信你有那么好心，到底要把我嫁给什么人？快说！哎呦！快说！就这个人，别的我不清楚。哎呦！锋芒赤口，流连三凶齐全，是生死大劫，唯有速喜是吉兆。看来我得顺应天命，嫁人才能破解。请进，这是我们陆小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死管家呀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新娘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彩礼必须交到我手里，1分都不能给他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为何要找我冲喜。司元州的命格为天金满，富家之后学业有成，不过他的年干为正印，此乃大凶。此人体弱多病，久病不愈。他9宫当中唯一的变动在夫妻宫，天府流月，也就是我。陆小姐还懂这些？略知一二，我也不和各位卖关子了。你们要是不答应的话，那我就不嫁了。你们大可以把我绑去成婚，到时候我就自尽。你们少爷这辈子都别想好。你们少爷这辈子都别想好。这什么椅子？好，坐起来就如此软。陆小姐，您的要求我们老夫人同意。
少夫人，以后这里就是您居住的地方。玉衡，什么玉衡？我们少爷叫司云舟。司云舟，他竟长得跟玉衡一模一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少夫人，以后您的任务呢，就是照顾我们少爷的衣食起居，如果有不懂的可以问我。这等风水局，怪不得司云舟醒不过来，这路数的手法和我颇为相似，莫非这布局之人与我有何瓜葛？少夫人，你说，我说，这是二老爷的儿子，4加2少，咱们惹不起，快走吧。哟，我这大哥都成废物了，还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嫂子啊？你说谁是废物？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不敬兄长，倾国长嫂，你爹娘就是这么管教你。这个贱，今天就弄死你！长嫂如母，既然你爸妈管教不好你，那就只好由我带领。臭婊子，你别过来啊！嘴巴这么臭，看来还是没长记性。哎，妈，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爸，这个贱人，他一言不合他就动手打我，你得替我教训他吧。你就是那个刚嫁过来的少奶奶，小门小户的，果然是没有规矩。我是没规矩，那也比您儿子这乱了伦理的货色强。你说什么？我打他那是因为他欠打，司明翰调戏我在先，辱骂我丈夫在后，只是给他几巴掌而已，也算便宜他呀。笑话！我儿子一表人才，出身高贵，要什么女人找不到，还用得着去调戏你？要我说，就是你勾引我儿子不成，所以才恼羞成怒，动手伤人。徐姐也在现场，孰是孰非，问问不就知道。他一个庸儿，说的话谁知道是不是你教的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看到了你们拉拉扯扯，又能怎么样？难道就不能是你纠缠我儿子？要我看呐，你就是看司云舟身体不好，所以才把主意打到了明翰的身上。对，没错，爸，就是这个贱人先勾引的我。我司家可要不起你这种水性杨花、跋扈无礼的女人。来人，把她腿给我打断，扔出去！干什么呢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吵嚷嚷的，怎么回事？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的好孙媳妇一过门就勾引明翰。对，奶奶，我劝她这个自身节后，结果她恼羞成怒就打了我。奶奶好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你说吧。既然你非说我勾引你，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。老子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问。既是勾引，那我为何不挑个僻静之地下手，非要在司云舟的卧房外？既是勾引，那我为何非要当着女佣的面，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是因为我那……怎么，瞎话编不出来了？有胆子调戏长嫂，辱骂长兄，却没胆子承认，就连瞎话都编不圆满。我看你呀，不仅是家教不好，脑子更不好。行了，你俩还有什么说的？逆子，竟然干出这么龌龊的事！平寿是怎么教你的啊？所有的礼义廉耻都吃到狗肚子了吗？哎，妈，都怪我平时没有教育好他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好。原本呢，只是看中你的生辰八字能给云舟冲喜，没想到你行事果断，机敏聪慧，我们司家还真是捡到个宝了。奶奶过奖了，线下事情都说清楚了，若没有别的事，
我便回房歇息了。去吧，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只管跟徐姐说就是。学姐，你帮我找一些木制品，最好是紫檀木的，要是能刻上麒麟貔貅一类的样式最好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，你找到后拿到我房间便是了。好，这些东西都是二老爷叮嘱过要特别注意的。是，我得赶紧去告诉二老爷。给我继续盯紧他们。您放心，你们家少奶奶还真是不简单，她要的那些风飞白剑能够破坏法阵，到时候司云州很快就恢复。老子谋划了这么久，绝不能让他坏了计划，那就只能用那个办法了。可那会要了我妈的命的。都这种时候了，就不要妇人之仁了。想想他是怎么对你的，还顾及他的性命干什么？说的对，就这么办。司云州，醒了。哟，好浓的煞气，刚刚还没有呢。不是说这煞气会让司云州丧失心智杀人吗？不过司云州也是一案。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，一来就欺负明翰，挑拨我和我妈的关系。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胆大到这种程度，直接对云州下手。你杀我儿子，我要你偿命！司云州身上有煞气，我是在救他。大嫂别信他的，我看他就是想盼着云州快点死，好分咱们家的家产。直接报警算了，他这可是故意杀人罪。报警！谁都不许动他。云州，谁都不许动他。云州，云州，你没事吧？妈去给你喊医生。不用。云州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可得管管他了。这个陆玄机，他趁你昏迷的时候想要你的命啊！我们一进屋就看昏迷的时候我就把话听全了，二叔不必再重复一遍。这是我和玄机的事，就不劳二叔费心。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可是为你好。你要是真为他好，就把这邪咒的事情说清楚。什么邪咒？我听不懂。云州身上被人下了夺魂咒，此种咒术需要在被下咒之人方圆20米之内布阵，再用其血亲之人的生辰八字做成一个血亲傀儡，用来引魂。引来的煞气会进入云州的身体，施咒之人便可操控它。方才云州险些杀了我，二叔敢说此事与你没有半点关系？胡说八道！世上哪有什么怪力乱神的事儿？停着，你们都别吵了。妈，你别跟他鬼扯。我已经叫商婶儿安排人去查了，玄机是不是鬼扯，很快就会知道了。老夫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从二爷房里收到了这个。涂江，这个东西从你的屋里拿出来的，你给大家伙解释解释吧。这一定是栽赃陷害。对了，是他那么清楚这个东西的样子，一定是他放的。这木偶上面布满灰尘，一看就精心准备了至少几个月。而我刚来私家不到2小时，我拿什么栽赃陷害给你？这人邪门的孩子，说不定是用什么法术之类的，隔空投放到我这儿的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我会使用法术，可我也并不知道司云州血亲之人的生辰八字，那么我又如何来制作这个血亲傀儡呢？你这个借口找的也未免太勉强了吧？我妈去年过大寿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，你只要随便一查，就能查到我妈的生日。哦。
你连看都没看这个木偶一眼，你怎么知道生辰八字是哪一个？我就是随便一说。一般旁人遇到这种事情，首先会猜测是不是父母的生辰八字，而你一猜就猜到了奶奶身上，你可真厉害。你这个贱子！妈，不是，我一时口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还要撒谎到多久啊？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是不是你的自信？为了公司那点利益，你3番5次的闹出事端了。我错了，妈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一次次的原谅，我以为你会洗心革面。姐姐，我错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是吧？事不过三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私家没有私宠相争，带着你那蔑视兄长、欺辱长嫂的孽子离开吧。大哥都是你的儿子，可你次次都偏心大哥，这也就算了。可有了明翰和云州之后，你又偏心云州，在你眼里，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过一家人。我偏心，你大哥为了救你，命都没了。你当初亲口说要把你大哥的儿子当自己的亲孩子待，你就是这样待你的亲儿子的。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当初不能进公司，那都是大哥的主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孩子，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不清楚啊？我们私家不缺你的吃，不缺你的穿，你干嘛老惦记折腾？你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明明偏心，你还不承认，会后悔的。云州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司楚江已经被赶出司家了，只是还没能确认陆玄机的身份。没关系，这次本座亲自确认。玄机，我的好宝贝儿啊，刚才多亏了你，要不然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只是刚巧啊，在几本杂书上看到过，没想到派上了用场。我就知道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哎，别人说巧合呀，那是自谦。你这么说可就没良心了啊！忘了自己。妈，我就是……行了，跟我上楼去把上个月的账对一下啊。走啊，你俩好好聊聊。刚刚谢谢你啊，我是说你帮我说话的事情。你嫁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人，哪有被人欺负到的呀？夫人，下手也太狠了。四少看来伤得不够重啊，自己应该能照顾好自己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青山有问题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这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还是因为他顶着玉衡的脸，所以显得太奇怪了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，你别这样！你这个小畜生，是不是把彩礼钱都拿去了？小宝贝儿，想我了吧？妈，你这个月学费还没交呢。你个赔钱货，除了要钱还会干嘛？我可没钱，找你爸去。小豪豪，最近想吃点什么东西啊？爸，
好，可以，好，走上线，爸爸什么都带你买啊！从小到大，你管过我一天吗？你也配跟我要彩礼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可是你爸！就算你对爸妈有意见，那你弟弟你不能不管吧？他还那么小，学费、生活费都需要钱，他可是跟你血脉相连的亲人，你可不能不管他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命里无子，这个孩子分明是你假装怀孕，偷偷去买来的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刚好被支开了吧？玄机说的是真的吗？玄机说的是真的吗？因为这个孩子，他可没少从你身上捞好处吧？你连皮都快被他扒掉了一层。哼，当初吃了这么多苦头，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，就是为了给你生儿子。你现在就因为别人的一句挑拨，你就不相信我？在这里扯皮根本就没用。你如果想自证清白的话，那你就赶紧去做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亲子鉴定。玄机说的也有道理。好你个陆景天，你现在就是不相信我了是吧？行，做亲子鉴定可以。要是小豪是你的孩子，咱俩立马离婚。我孩子跟着我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。啊不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肯定是相信你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毒了？还会挑拨离间了？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！你不能这样，拿出来！陆先生，玄机已经嫁给我，那就是我私家的人，你这样动手动脚不太好。思荣，这再怎么说，我也是玄机的亲爸，我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怎么也得给点辛苦费吧？既然都这么说了，玄机从小到大在陆家的开销，我私家10倍赔给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玄机从今天开始跟你们再无半点关系。好，思荣爽快，那就从出生开算。就不麻烦您了，我来帮你看看。玄机从小到大在陆家的开销总共是3万，我给你们30万。司云州这死丫头，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，就算给你睡了，再卖给别人也不止30万。要不然你自己看看，我私家早就把玄机的事情调查清楚。玄机从小就解决不了温饱的问题，初中就开始打工，这笔绝不可以算错。这里是现金30万，拿着它给我滚，不然我就把你的腿打断了扔出去。没事吧？云州哥哥，云州哥哥，你醒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被关在家里，好担心你啊！我知道。云州哥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你别怪我了好不好？你自便。云州，你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有点晕头。你这是杀气入体太久了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才能好。你呀，明年就要复冠了，还这么冲动，一点长进也没有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打架了？你不嫌丢人，我出门都不好意思承认你是我徒弟。只要为师傅打架，怎么都不丢人。再说了，那帮臭小子就应该被教训教训。我从出生起就注定要遭人诟病，你又何必？不，哪怕千次万次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师子。怎么办啊，阿姨？你说云州哥哥怎么对那个冲喜的那么好？还不是仗着有个救命之恩，对云州携恩图报嘛。加上老太太信这个，一直护着他呢，不就是冲个喜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们得想办法
把他赶走。哎，我记得他有个前男友来着。前男友，要是被人发现他们两个还没断联系，到时候老太太就算是再喜欢，也没理由留他。哎，这边学姐，我去月城。我有男朋友了，我不想嫁人。月晨，我不能如约嫁给你。宋月晨，你来干嘛？当然私奔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你打我，恨我，怪我没有及时带你离开。可当时我也被困住了嘛。你先跟我走吧，我以后再给你解释。你先赶紧走，我以后再给你解释。你不能走是吗？是不是私家强迫你？买卖婚姻是犯法的，他们是犯法的。好啊，我就知道你们俩有问题。放手！别想跑你！放手！来人啊！陆玄机偷人了！怎么了这是？你是谁？他是陆玄机的男朋友，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拉拉扯扯、搂搂抱抱的。但现在看来，貌似拉拉扯扯、搂搂抱抱的是你们两个。啊，你是为了玄机而来的，对吧？对，我要带我爱的人离开。你们强迫玄机买卖婚姻是不作数。儿子，这强扭不抓不甜，反正你现在也好了，不如就放着人家小两口走吧。你看人家两个半夜三更的偷偷见面，多可怜呢。玄机，过来。你们聊了半天，是不是忘了问我老婆的意见了？玄机一定会跟我走的。谁说我要跟你走了？我记得大门是有门禁的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翻墙啊，这不是重点。翻墙？别墅区的周围都有高达3米的铁丝网，你也是翻墙进来的吗？还是说是有人刷脸带你进来的？不如我去问问门口的保安吧，问是知道了。玄机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我知道是谁带你进来的，而且那个人就在现场，还是个女人。你深更半夜的，因为一个女人遮遮掩掩，不说实话，你还口口声声说爱我。好，我告诉你，玄机，是林小姐带我进来的。我是看陆小姐太可怜了，我想帮她，我是好心。那你看我夫人主要跟别人走的意思，还是说你就是想栽赃陷我，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？雪烟就是没弄清楚状况才办了糊涂事儿，她也不是有意的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。你们找的那人，你们自己处理，处理不到，我报警去。玄机，难道你要放弃我们的感情了吗？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感情？你深夜闯入算非法入侵，强行带我离开算拐卖未遂，还不如买卖婚姻呢。你走吧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强迫玄机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是谁？我可以帮你得到你想要的，但是你要帮我做一场小小的法事。法事？骗人的吧？先别着急拒绝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哎，怎么还要为你那前男友守节啊？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不是现代人啊？脑子里面想的尽是些迂腐的东西。毕竟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那宋月辰人对你点点头，为夫不没撇单一块。怎么担忧我跟他旧情复燃，给你戴绿帽子啊？放心，我对他没有那方面的兴趣，对你也差不多。哎，差不多也行，咱们来日方长，那兄弟嘿。这一次你逃不掉了。我亲眼看见陆玄机把云州哥哥赶出去，可云州哥哥他根本不在乎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
这陆玄机刚和前男友见了面，转头就对云州冷淡了，他怎么可能不生气？这时候你在柔情蜜意。当初我和你叔叔就是这么奉子成婚的，虽然过程有点坎坷，但结局还是好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不会让别的女人抢走云州哥哥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云州哥哥，我看你饿了，给你带了点吃的。我要睡了。真要睡了，就不会坐在床上看天花板了。是不是因为陆小姐和她男朋友的事情在难过？这种事情啊，是个男人就会心存芥蒂，哪怕嘴上不说。那天我看你送陆小姐回房间，还在耍视频，是不是他心？行啊，太晚了，我要睡了，回去吧。什么味道？云州哥哥，我喜欢很多年，凭什么你使个借助性呢？我要喝水，你给我倒水。好。看来是原主的魂魄执念未尽，仍在凡尘作祟。若置之不理，能弄成大祸。你寿命已尽，苦苦停云，只会耽误了轮回。今日我占据你的身体，也算缘缘，也算人生。你和宋月氏缘分已尽，人鬼殊途，莫要嫌弃。我会为你挑一好去处，来世自有富贵。司云州，你干嘛？有人给你下了合欢花粉？人呢？都中药了，还能去哪儿？林小姐，我刚刚问了，有人看到少爷急匆匆跑到少夫人房里去了。这个贱人！林小姐，您别放弃，咱们还有办法。陆玄机不是总搞些风水八卦吓唬人的东西吗？正好老夫人也迷信这个，过2日就是老夫人的寿宴了，咱们正好可以让她在寿宴上。对呀，到时候司家肯定认为陆玄机居心叵测，自然就会把他赶走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这就走，提裤子不认人。昨天的事情是个意外，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。你倒不如追究一下。但是我发现你们私家别墅有别人也布置了风水阵法，看起来对你很不利。我有办法可以帮忙化解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事成之后我们离婚。为什么？我命中有大劫，之所以跟你结婚，是因为跟你的婚姻是我的变数。但是司云州，我们互不相识，我想你应该也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共度一生吧？当然，我也不想。陌生人，最熟悉的陌生人，那也得看你有没有本事破了这阵法。妈，过2日您寿宴，我想好好大办一场，正好啊，也庆祝庆祝云州大病初愈。好啊，好，我高兴了。云州啊，你抽空带着玄机到街上逛逛啊，好好的选几身漂亮衣裳，到时候咱家呀一定会来不少的宾客。我司家的少奶奶第一次见外人，那可一定不能落了下风，是不是？奶奶，要不然我陪着陆小姐去吧，她也没参加过这种场合，什么都不懂。
我好帮着参谋参谋。这种小事就不劳烦林小姐了。反正林小姐也没参加过结婚，况且我夫人传什么重要牌，我最清楚。喜欢什么就试试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嗯。哎呀，陆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件我要，这件我也要。包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单纯有钱，我任性。雪英毕竟身份高贵，多买几条裙子也没什么吧？哎，云州哥哥怎么没陪你一起？他不是在奶奶面前很维护你，该不会都是假象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云州哥哥原来是我的未婚夫，都怪你横插一脚。麻烦你搞清楚，你们没结成婚，是因为你们林家不守承诺，嫌弃云州是个植物人，现在倒是又当又立起来。还有您，真是有意思啊！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女方家如此羞辱怠慢，您还帮着撮合，您到底图些什么呀？我夫人真会说啊。妈也是怕你以后会后悔。苏家当初悔婚，雪英是不愿意的。她到底是个好孩子，又和你有感情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跟他没有感情，还是说你非要信他的蛊惑？哎，别说，越说云州哥哥越生我的气。喜欢什么咱就买，咱们也有钱。放心。哎，雪英，你很快就会被赶出私家。这件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是这件。你干什么？嘘，我来帮夫人解带子。不需要，你快出去。够了，奶奶的寿礼还没准备呢，我先出去了。那位就是您的儿媳妇吧？瞧着气质真好。是啊。您好啊，听说您懂风水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请您去我家里坐坐。哎呀，真漂亮啊！呀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奶奶，有没有人来帮帮忙啊？老太太的病状很奇怪，像是心脏病发作，但是又不大一样。之前体检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建议送医院做个全面体检。先签一下病状。不行，不能去医院，这不是病。他这分明是被人下了降头。这位小姐，现在是21世纪，我们得相信科学，不要迷信。你少装神弄鬼了，那不就是画上去的线吗？你快把他带出去，当医生看病。及时，伤到脚脚又没什么损失。若是不能及时治疗的话，这条线的颜色将会越变越深，直至割破血管和动脉。老夫人根本坚持不到做完检查，就算去检查，也查不出任何东西来。怎么可能？这又不是什么小说，还降头呢！别以为会点风水卜卦就在这瞎说。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中毒了？没事，我来。这就完事儿了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奶奶，你被人下了降头，是玄机救了你。玄机呀，幸亏有你。这个本来是要在寿宴上当众宣布的，现在只能在床上宣布了。玄机，这是我在司氏集团的15%的股份。现在奶奶决定呀，把它送给你。不，奶奶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配得上。你们别信他，
奶奶的降头就是他下的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假戏。这就是我们在他房间里搜到的。这人偶是你拿出来的，我看分明就是你放进去，栽赃陷害吧。林州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这是我和他们一起搜出来的。刚刚我看大家都在救人，谁都走不开，就想着如果凶手还在现场，肯定来不及去处理余下的线索，就带着人一起去搜。不其然，就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这些东西。陆雪姬，奶奶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妈，这种人还送他什么股份？我看他就应该送他去监狱。阿姨，下降头这件事情怪力乱神，警察又不能信，咱们干脆把他赶出去算了。做人也不能太绝气，阿姨不能就这么轻易饶了他。来人，把这个叫嘉兴的铁钩砸断，扔出去！我看谁敢动。你们演够了吧？是时候该轮到我了吧？演什么？你现在无法自证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？我想问一下，自从二叔被赶出家门之后，他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置的？是拿去收了起来，暂时放在仓库，等老夫人那里死，回头找个寺庙帮忙处理。是谁？几点送过去？也是我。二老爷东西比较多，我一个人收拾到了夜里9点多，10点多连带着一些物品一起送到了仓库。也就是说，从昨晚夜里10点开始，这个人偶就一直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，对吗？是的。那就不是我了。什么？昨晚9点之后，玄机一直跟我在一起，直到天亮。那看来是个误会，是我搞错了。得请林丫头解释解释这个误会吧。可能是有人想陷害陆小姐，脑子不太聪明，就搞错了。妈，雪英这孩子也是好心办坏事儿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林丫头，麻烦你回去转告你四弟，我们两家的合作结束了，从此以后划清界限。有些人啊，这是一点餐桌礼仪都没有，连刀叉都不会用，也不知道爹妈是怎么教的。嗨，也不知什么人发明这西餐，用什么刀啊叉子，多不方便。管家，拿筷子来，再整几个小菜。是。玄机呀，奶奶看着你也不小了，再说你们俩感情那么好，不如趁热生个孩子。但是我们又还要要立黄家驹的管理权啊？是吧？我们商量好了，玉皇毕竟是自己的牌子，我们也放心。到时候让玄机设计一些接人房的用品，丽华可以直接设计打扮，很方便的。哦，想的可真周到。到时候我走了，看你怎么圆上这个谎。老夫人，陆先生和陆夫人前来拜访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玄机啊，爸爸回去之后，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些年来对你确实有些收获了，特地上门给你道歉了。道歉就不必了，上次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跟你们陆家再无瓜葛，你也不必要装出一副好父亲的模样，看起来令人恶心。你这是……哎呀，玄机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亲父女哪有这么多计较的？你看你爸都给你道歉了，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啊！10几年的疙瘩，一句道歉就轻飘飘的结果，你们夫妻还真是不要脸。行了，一家人别这么吵吵闹闹的，多难看呐，让人见了笑话。你俩坐吧。我说云州啊，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听说你们公司用什么新手机来上？第9代 AA 的，还在测试中。怎么了？新品预售肯定会引来顾客疯抢，这个时候我们先饥饿营销，每天限量发售，再找个人说有内部关系，加价购买，1台机器也不多卖，额外加50%，那钱不就都回来了吗？这些都是不务正业的人干的事，我们私家还不至于为了这点蝇头小技算计来算计去。哎呀，我说亲家母，
苍蝇腿也是肉，咱们为了赚钱不客气。爸，你快别说了，思佳还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糊口。你也不会做生意，你懂个屁！哎呀，行了，年轻人的事情啊，你就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做主。你这当长辈的，就别瞎说吧。这一家子真是不识好歹，赚钱的生意都不做，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们想要做的事，我可以帮你。原来地球是圆的，而且还能产生磁场。这是司云舟的笔记，他也会。司云舟，你别闹了。你怎么认识我？我闻到你的气味了。洗衣粉吗？我不喷香水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体味，只有鼻子灵敏的人才。那也跟我无异。我知道了，出事了。公司出了点问题，要去处理。怎么回事？总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。这事情和我有关系。司总，网上出现多起爆料，说咱们最先上线的 AL 电池出现问题，长时间充电会发生爆炸。目前已有5起事故发生。这几家售后手机的报告都有问题，供应商不对劲，手机编码也不对。是的，有可能是假货，但是也不排除是手机2道贩拆过零件，这也说不好。总之，先把爆炸的手机碎片送去质检，再通知产品部召回所有已受伤，一定要把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司总，警方那边来人了，正在会客室等您。我先过去看看，再等会。站住！虽然事情的真相还有待商榷，但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我们公司愿先垫付受害者的医疗费用，相信司法机构人民组成会证明我公司的清白。司总，你能这样说，真的太好了。听说你还召回了所有有效商品，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你负责陆璇璇小姐在吗？什么？我们接到匿名举报信，说这件事是陆璇璇小姐参与组成的。你是陆璇玑？你认识我？好啊，就是你卖的假手机，害得我的女儿的脸严重烧伤。她今年只有5岁，大家过来看，就是个卖假手机的女的。那什么？快，都过来看！不止啊，我搞出人命了！太不要脸了，居然为了钱，什么善顶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。哎，你别走人啊！你别拉我，我还有事，你别拉我。还想逃避责任？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啊！打他！听说他是个妖孽，就把你们货大王，还通敌叛国，害得10万战士丧失边疆。还有啊，今年上红黄他瘟疫黄单也是他搞的鬼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谁信呐？哼，也就你有这个能耐，好好的大祭司不做，非要去祸害百姓，臭不要脸的！我知道大家因为手机爆炸事情而愤怒，这件事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真相大白之前，谁也别想污蔑我夫人，不然报了警，看谁先完蛋。你头疼不疼啊？有没有感觉到头晕？抱歉啊，我自己跑出来了。我在你办公室里面看到了个奇怪的东西。我怀疑那是一个没成型的小鬼，你要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仇家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没事，我不就是被包轮了几下吗？又不是臭鸡蛋菜叶子，不疼不臭的。你怎么了？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你让我看看，你是不是中了什么东西啊？
比方说，当我遇见你，对不起，你那双温一些事柔剔透的眼睛，你出现在大家放心，司氏集团只要有我在，任凭它再大的云也翻不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大侄子，你打算骗大家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的宝贝夫人倒卖自家山寨货，引发了爆炸案件，已经严重损毁了公司的名誉。难道你就不应该给大家一个说法吗？难道你就不应该给大家一个说法吗？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二叔有什么证据妄下结论？况且你已经被私家除名了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放屁！老子是没了职位，但只要股份还在，我就还是一个股东。老子现在以股东的身份要求你立即处置他，否则就引咎离职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司法机关吗？你提的要求不值一提，知道吗？回去工作，否则扣薪资1周。还在看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。都给我站住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了爆炸手机的供应商。说什么？我说我已经找到了供应商，而且供应商也亲口承认是从陆全基手里拿的货。这里还有他的手印。难道真是老板娘？她不会这么缺钱吧？老子不正常吗？这不是自己画自己墙角吗？不是我，我知道这件事查清楚需要时间，1周时间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我夫人所为，我会像她所说的那样，引咎辞职。这下你满。你说1周就1周，就给你3天，否则我们全体股东都不同意。好，就3天。你刚才不应该答应的，太冒险了。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之前的悲剧不会再重演。我刚刚想问你来着，这东西是哪儿的？我搬来这间办公室借过，之前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没注意。这间办公室之前是二叔帮我装修的。又是二叔的风水局。这件事跟他应该脱不了干系，他之前被赶出家门，还一直耿耿于怀。司总，你让我们跟踪的那个人有发现了。你刚刚说的跟踪了谁？还记得在街上围堵的那些人吗？我看他行为举止怪异，就派人盯着，没想到还真有线索。喂，饶了我吧，我身上的钱全部给你们。说，是谁指使你？饶了我吧，我身上的钱全部给你们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我什么都不清楚啊。你在光来小区有2个家的事，你老知道。你们，我全都说，求求你们不要告诉我老婆，都是私家少爷让我干的。他让我煽动那些受害者去找杜玄机，可我只是喊了几句话而已，那些受害者可都是真的。你来这工厂到底干嘛？我就知道这是一家手机配件生产基地，私家二爷说让我办完事就赶紧过来找管事的人领钱，领完钱就赶紧跑，别的我可就什么都不清楚了。求求2位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过去吧。快，能消费的消费，不能消费的打包带走，哪里钱啊都做出给我躲躲啊！短时间的别混本色了。不是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我手机现在讲了什么？到这个时候你还说这屁话，被警察抓回去都抓错了。快点，快！你们什么人？别打人，有话好说，有话。这工厂是你的？不是，我就是个臭打工，我哪敢开工厂？你老板是谁？是这。你说。我老板姓陆，陆景天。你看你这不知道吗？报警！我明白了。那天我爸妈上门找你商量高价炒手机的事情，你没同意，他们就动了这歪心思。至于有我指纹的合同，只要是我用过的东西，都可以拿来伪造。
对不起，因为我的父母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二叔也参与其中，他们肯定是同谋。警察马上就到了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把他的都先押下去。是，走，快点。司楚江现在人就在公司，已经被抓了，但是陆景天夫妇至今下落不明。如果你们知道什么信息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。好，我就开始送你回去吧。这件事我会找人调查的，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还有脸回来？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媳妇。你自己看看，思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。你爸妈是逃犯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劝你趁早滚蛋，还自诩会看风水呢。我看你就是最坏风水的玩意儿。其实你不必担心，我早就打算跟司人周离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就勉强信你一次。就这么想离开我？司云舟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是中邪了还是脑子坏掉了？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商量好的，等思家的风水这一刻，我们这婚本来就是要离的。陆玄清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你对我的好不多余着。没有一点喜欢我。我不知道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你答应我，不要随便提离婚。我答应你。真恶心，一看就陆玄机自己搞事儿被发现了，让爸妈去定罪。嫁进思家也算是进豪门了，还眼皮子这么浅，思家真是倒8辈子血霉了，娶这么个货色。别看了，一些舆论而已。什么叫舆论啊？舆论啊，舆论就是一个人喊着狼来了，然后所有人都在喊狼来了，但是真正见到狼的没有几个，或许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啊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他们永远都不如你知道的真相多。都已经3天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呢？警察抓人也需要时间，况且二叔已经伏法了，3天之内不用管了。那可不行，当时那么多员工都盯着你呢，说到不做到，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声誉。这么关心我？那毕竟也是为了我的事情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应该可以找到他们。什么办法？这里很长时间没住人。现在要找到一样我爸很贴身的东西。你看这个行吗？不行，那不就这个吧，这个肯定行。只要顺着这根发丝牵引的方向，肯定能找到他们。看样子就是在这边了。在那里。到了。菲菲，你们怎么找来的？这是司楚江干的，我也是被他骗了，我也不知道会爆炸呀！求求你们，放过我们吧！所以你更应该回去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，指认司楚江。可是你是从犯，量刑不重，但是潜逃就没罪了。老公，你别信，我都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轻判？我可不想进监狱啊！触犯了法律就要承担后果，你们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况且你们忍心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，然后让自己的儿子终日活在辱骂和舆论之中吗？那我还有一点要求，你要拿你的彩礼钱养我儿子。可以，你可一定要说到做到。别，老公，别，老公别走！小豪是我在乡下买来的孩子。什么？
你说什么？咱俩的孩子没了，我怕你跟我离婚，我就买了一个孩子。你个贱人！你让我给吓麻了，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，要不是你非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我至于吃这么多苦，连小月子都没做吗？你凭什么打我啊？你没良心的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个贱人！打我！你没良心的！把他们带走！你放了我！我杀了你们！神机！神机！神机！高天！监视处，这次一定不能有事的。你等等我。果然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就这么保护玄机的吗？这是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个话的？滚开！管我什么身份？只要你保护不好他，我就一定带他离开。他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被人失血过多，只是皮外伤，已经输过血了，需要静养。这阵法竟如此庞大，这原来才是我的生死大计。神机，神机，你没事。苏月辰在哪儿？我有话对他说。你怎么样？你先出去吧。这段时间，你可曾见过一些奇怪的人？没有。你怎么这么晚？你休要骗我！我发现有人在你身上做了手脚，利用你布置了阵眼，在这医院布置了一个连我都没有见过的法阵。什么法阵？法阵的玄机。这下就算明白了，这法阵中有很强大的煞气，分明是想来置我们于死地。我命中有生死大劫，这法阵很可能就是冲我来的。这是一个风水师给我的，他说随身带着，爱的人就要跟在身边。师妹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是陆开阳？你原来不是最喜欢缠着叫我师兄吗？怎么现在改叫我名字了？你居然还活着！果然是你偷走了幻灵术的秘诀。是啊，长生的滋味令人着迷。只要有了幻灵术，哪怕肉体死了，灵魂也可以得到永生。只可惜这样的秘诀是个残品，是越换身体越觉得虚弱。逆天而为，必然是要付出代价。不，只要我找到八字全阴的人再次进行献祭，我就能彻底得到永生。只是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到头来还是你。师妹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神机，神机你怎么了？神机，神机你怎么了？他刚才碰到我的符咒，结果就这样了。开阳，他记住的这人啊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云州，云州，师傅，找到了，原来师父魂魄未入轮回，而是去了500年后。师父，等等我们马上就能重逢了。玉好，你是玉好。我们来看看，云州怎么了？这是，快去叫医生！叫医生已经没用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仙姬，云州这是不是得了什么外病啊？是，
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去除云州体内的煞气。我需要你们去帮我找一些东西过来。你照玄机说的办，妈呀，去办。师傅，我不是你师傅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我气了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觉得好玩罢了，前世的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。没关系，我其实并不在意。那前世的一切，我们都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没有以后了，我们和离吧。我们和离。什么？当初作为赌约的风水阵，其实就是你自己设计的，而且你还从中百般阻挠我破解真相。这件事情上，本身就是你说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对我一点感情没。我和前世长得一样，你没有避开我，你还和我圆房了。夫妻一场，圆房不是很正常。总之你保重吧，我要走。我绝不和你。没关系，成婚还是合理，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张纸罢了，都不重要。离开我，就是为了他。有什么不对吗？他爱的是原来的陆学姐。玄机，司先生，我劝你做人想开一点，不要强迫别人。谢谢你，还愿意陪我演这场戏。只要你愿意离开思云州，我做什么都行。陆玄机为什么不要云州？还不是和前男友旧情复燃？我就配不上云州哥哥。那个女人不值得。有时候你看看身后，说不定有更好的。真会有更好的。云州哥哥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那就结婚吧。啊？反正我现在没有家室，结婚又不触犯法律。还是说你不愿意？不，我愿意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这……不想听这些，你现在去准备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师傅，这会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喂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哎呀，陆小姐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吃饭？这家餐厅网上评分很高的，据说这的情侣套餐很好吃。云州哥哥专门带我过来的，该不会是特意赶来这家餐厅的吧？玄机久等了，刚才有点事耽误了。前几天你不是想说想试下餐厅吗？总算预约到了。哦，原来陆小姐也是来约会的。也是，前几日陆小姐走的那么干脆，看样子二位感情正浓啊。那我们也就不打扰当电灯泡喽，先告辞了。就算讨美人欢心，也提前做功课吧。玄机一直都不喜欢吃这种甜品。谁说的？你刚才来太晚了，我就先过来了。云州哥哥，你等等我。谢谢你啊，刚才替我解围。不用谢。那我们现在……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思云州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云州哥哥，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事要处理。你有什么事？我跟你一起去办。我走了，好让你和他双宿双飞是不是？就如此移情别恋。思云州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只要我一天不同意和离，我们就还是夫妻。思云州，我警告你，
别逼我报警告你骚扰。你就如此绝情？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若是这样继续纠缠的话，我可保不住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我可以不纠缠你。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？你先说，什么事？你用师傅的身份和我相处最后一天，我保证不做任何过分的事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弥补一些遗憾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师傅，你看我点了外卖，我点了芹菜、竹笋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你给你包馄饨怎么样？我记得师傅最喜欢吃我做的。不是要包馄饨吗？趁着菜还没到，先把面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这就弄。你所谓的遗憾，就是做一碗馄饨给我吃。我的遗憾太多了。师傅的休沐日没有提前买的酸枣糕，和师傅认识第一个8月15没能在一起团圆。还有，我也不知道这短短一天能做什么，还不如像平前一样，做一顿不太好吃的馄饨，陪师傅炒下手艺茶，就结束了。好了。怎么了？吃吧。你个贱人！你都已经抛弃宇宙哥哥了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你都已经抛弃宇宙哥哥了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是我的。可是我真的好爱，我怕你再次离开。上次回婚我就一直在呼宇宙。你我的恩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后会无期。看清楚了吧，那个女人从未移情别恋，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爱人。我见过陆玄机真正的灵魂，他直到死都渴望着想要见到你，但是他被人夺舍占据了身体，自己的灵魂也因此湮灭。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他的人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愚蠢！我明明可以帮你找到陆玄机，不是说他湮灭了吗？你们这些人就没有一句实话。我只相信我自己。你跑不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自然是同你做个交易。我知道你想杀了陆开阳，可是你做不到，他有不死之身。我知道，因为他的不死秘法就是从我这里得来。什么？我还知道，他用秘术控制了你家人的气云，我可以帮忙化解。可我怎么能相信你？我们赵家世代被陆开阳控制，我们也想过反抗，可是结果就是到了我这一辈，只剩下我这一根独苗，我不能再冒险了。我的诅咒被解除了，你真的有办法？我有80%把握，你可愿一试？好，80%的把握够多了。我会告诉你陆开阳献祭的阵法在哪儿。不是医馆吗？他可不是没有准备的人，阵法另在别处。你跟我走。这就是献祭阵法。不好，
此处是我结界。哈哈，你已经被困在结界当中了，主人很快就知道你逃不掉了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主人，是我不好，让他破坏了阵法。不要紧，简单破坏伤害不了阵法的根本，灾劫复卦，没有生气引入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手下恕教了。师妹啊，师妹，本来还想多留你几天，没想到你这么着急，想着法自己往我阵法一闯。陆开阳，你逆天而为，必遭天谴！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急什么？还有一个时辰正午，正是献祭的大好时候，不要急于一时。至于现在，我要跟我师妹好好交流感情。自不量力啊，师妹！师父总说你天赋高，可我觉得你心智低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故高清傲，你也配当大祭司？那也比你这种为了一己私欲就害人性命的人强。主人，时间到了。好，开始吧。林雪英小姐，你愿意成为司云舟先生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司云舟先生，你愿意娶李雪英小姐为你的妻子吗？云舟啊，云舟哥哥，你说这孩子，我就要成功了，只要完成最后一次献祭，我就能长生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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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怎么可能？阵法为什么会逆转？赵子明，快停下！主人，我不是说过，阵法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，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啊！你敢背叛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！我就是付出了太多代价，才明白只有杀了你，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就在刚刚，我以自己的生气偷偷进入阵中，必将换来你命丧于此！你真疯了！不要，不要！这是我的！玄机，玄机，这是幻灵阵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看我，我又听你话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师傅，你看看我。他破坏了幻灵阵，导致陆开阳杀死的魂魄被他吸入了体内，所以我知道，他一定是担心我，不想让我跟他一起。陆玄机帮过我，这个人情我会还的。如果有需要，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尽力帮忙的。师傅，玄机，你在哪儿？师傅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看的是哪儿啊？这是？我看云舟哥哥的定位就在这儿啊，这不是在这儿吗？云舟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是啊，怎么了，孩子？云舟哥哥，婚礼还没结束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是。玄机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魔怔了呀？有刑了，你呀！云舟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玄机，喂，我找到了玄机离开的原因了。他吸收陆开阳身上的怨魂，我和他师出同门，他怕怨魂沾染到我身上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找到了这秘术，打算用我的命去清除玄机身上怨魂。虽然该技术品阶不高，但实行起来是颇为麻烦，需要你陈国大祭司代代相传的神主。那个东西我倒是见过，
不过致命术成功率只有1半，而且你100%会遭到反噬，轻则失忆，重则丧命。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没关系，哪怕只有1/10的可能，我也要试试。好吧，那我祝你们俩得偿所愿。师傅，我知道你在看着我，也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我，但我宁可死，也不愿跟你离开。如果你不出现，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可留恋的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为了师傅，做什么都值得。致命术，你疯了！师傅别怕，快讲结束。不要，你会死的。在我没遇见师傅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我又结束了，和流浪狗抢吃的，和乞丐抢地。可是你出现了，我第一次见到师傅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师傅如此美丽、善良的人？一定是仙女下凡过来拯救我的吧？可是我害怕师傅拯救了我，我却对师傅心存记忆，我怕师傅觉得我下作恶行。不要！你护了我一世，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护着你。玉衡，你怎么这么傻？玉衡，你怎么样了？姐姐，我没事。可是姐姐真好，你为什么哭了呀？我是看到你没事了，我高兴的哭的，我高兴的。既然姐姐高兴，那就不要哭了。你等等，都这么多天了，我必须要见到司云舟。可是你也得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呐。跟他结婚的是我，他整天吵着一个不知死活的人算什么呀？陆玄机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离他远点儿，他是我未婚夫。你们这些坏人不要凶我姐姐！云舟哥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可能永远都会这样，都是我的问题。云舟哥哥，你跟我走，你没听到吗？都是他害的你。你干嘛？我不相信你，你放开我！他有伤，你别拉他。我们不要和姐姐分开。云舟哥哥，你怎么能忘了我？玄宇，你冷静点呀，林姑娘呀，我都听见了，别闹了啊，乖乖，这婚看是结不了了。眼下，当务之急是找医生给他看病，你快去请医生吧。现在恐怕请大夫也没用了，云舟他可能永远都会这样。玄机姑娘，你跟奶奶说实话，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你不是懂风水吗？他是不是得了什么邪祟上身？你给他去邪呀！不管你今天有什么办法，你今天给我救救云舟哥哥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。你们不要欺负我姐姐！你们云舟，快停下！出去！玉衡，没办法，现在云舟只听他一个人的。可我才是云舟哥哥的妻子。林姑娘，他是这样哦，你看，云舟失忆以后呢，别的人他都认识，他唯独不认识你。你觉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啊？司云舟欺负我，你们也一起欺负我是不是？林姑娘要是觉得住在我们家不舒服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娘家住一阵子，等云舟的病好了，我安排人去把你接回来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玉衡，太晚了，你该睡觉了。那你怎么还不把眼睛闭上呢？姐姐数3个数，你就乖乖把眼睛闭上好不好呀？3、2、1。
陆玄机，你出来。我现在是云州哥哥的未婚妻，虽然没有成婚，但是订婚了，这点你认可吗？我认可。我的未婚夫让你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我们两个都受到了伤害，这点你认可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希望你有补偿我们的自知之明。现在我要去照顾我的未婚夫了，你去给我们准备宵夜吧。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玉豪，姐姐，你来了，我没看到你好害怕。他脱我裤子！我只是给你晃晃而已。林小姐，要不然你还是回去吧。还是我凭什么回去？我回去了，你们好成事儿是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不许凶我姐姐！你个疯子！玉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来，你在这坐好了。我去给你拿午饭吃。云州哥哥，你好点没有？其实这么多天我都已经猜到了，你肯定是假装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反悔了，不想和我结婚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处处维护陆玄机，又针对我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司云州，你到底是不是装的？哑巴了是吗？你说话呀！你打我！受够了！我要被你逼疯了！你干什么？我没拦住他，他发疯就把这些都扯翻了。这是不是你弄的？一个傻子而已，我打2下，怎么了？不服？你打我！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欺负一个没能力反抗吭声的人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吗？疼不疼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我没能拦住陆小姐，他打的云州哥哥。当初是你要死要活，非要留下来的，现在就这么对待云州，贱人！云州，你们都打我！还有谁打你？他打我，还打我和姐姐。他原来都不说话了，肯定是陆玄机教他的。我可以教他说话，但我教不了他害怕的反应。你天天用那些神啊鬼啊的，说不定是你控制了云州哥哥呢。我的贴身佣人张妈亲眼看见，难道你想说我的人也被控制了吗？是你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张妈，去派几个人把林小姐的行李收拾了。我们司家容不得林家的任何人。我还不稀罕嫁给这个傻子呢。原来他是司家继承人，现在他算个屁！我真是错看你了，错看我是因为你蠢。现在你就守着你的神棍儿媳和傻子儿子过一辈子。以后没事了，林雪烟走了，没人欺负你了。以后再有人打你的话，你要记得告诉我，知道吗？不许再自己藏着不说了。来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是姐姐还是师傅？姐姐师傅。奶奶，您来了。公司那边出了点事儿，不过呢，不要紧，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。我担心呢，公司那边人心不稳，因为咱们藏着云州这个病好长时间了。可是现在呢，有一批文件等着他去签字儿，我想他也只听你的话，要不你带着他到公司走一趟？
可是我已经做过实验了，他忘记怎么写字了。要不这样，你还是带着他到公司走一趟，对那些个文件呐提出异议、否定，让他们去改，用3天的时间改了再送回来。你呢，借着这3天时间，教他练练字儿。只能这样了。对不起啊，奶奶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对不起的话，你都说过好多遍了。你的诚意呀，奶奶心领了，你也别太担心。他如果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到跟前再另想办法。那我去了。小玉恒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啊？做的什么东西？狗屁不是！西姑，我们私家又不是做慈善的，什么项目都闭眼不投。那司总，这合同驳回了，3天之后交份新的上来。那司总，您能细说一下到底对哪儿不满意吗？哪儿都不满意。可是这数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了，如果再压缩，会影响产品的质量，您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我今天就是不想签，我不想签。那我们3天以后再来签。3天之后可以签。姐姐说3天。对了，老公，你该吃药了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跟司总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。姐姐，我是老公。好啦，一开始演的还行，后面怎么就忘了呢？下午还有个会议，你给我好好把这个会议称职开完了，你的任务就算结束了。记住了，开会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你就不要理他们，就说自己教学如厕。你且知道了。任务结束后有什么奖？好，给你奖励。安基，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来帮你开会的。我自己能开会，我不需要他帮。他怎么疯成这样？你才疯呢！陆宇航，我们都在帮你，能不能别任性？抱歉了，宇航，姐姐追他重了。可是公司是你的，我们只想保护你和你的一切，你能明白吗？我是不是姐姐的累赘啊？不是，你是保护我的英雄。我怎么老感觉司总不对劲？听说前段时间得了重感冒，所以情绪起伏很大。重感冒？司总肯定不对劲，你信不信？一会儿开会的时候，咱们随便弄点东西就能糊弄过去。今天的项目是以手机连接蓝牙键盘，然后呢，为我们的公司创建最大化的收益。哪个姿势看呢？主打的是科技带领生活，智慧创造未来。好，今天是我的演讲，谢谢大家。司总，您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方案就是这个手机蓝牙连接键盘，实现掌中电脑。好像还行，还行。太激烈了。对于手机来说，外接键盘并不实用，没有几个人需要键盘打字。真正需要打字的，往往会选择这种便携式商务笔记本。你将2个产品的思路融合在一起，当做新的产品，明摆着就是在偷懒吧？说有道理，偷懒。那司总觉得应该如何改进？我们没商量过这个，怎么办啊？要是穿帮了就完了。那司总觉得应该如何改进？宋总想开口改进没问题，但总得看看员工本人的意见。你刚刚讲的不错 ，PPT 呢？思维导图调查有看法。上周就说这周一开会，总共8天时间，思维导图都没做出来。司总，电脑坏了。这个月奖金扣半，下次扣全部。这周方案就是方圆圆的吧？今天下午所有部门立刻给我执行起来。
再会。怎么感觉司总这是忽然睡醒了？奖品啊！姐姐，你看我演的好不好？姐姐，你夸我呀，我这么听话。月恒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回来了？陆玉恒，你别骗我，你从小就这样，一撒谎就眨眼睛。你是不是回来了？你是不是恢复神智了？是我，是我，我回来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舍得师傅难过呢？还好宋月辰没按照计划行事，我一着急就想起来了。你一个当妈怎么从头到尾都不说话？我问两句不应该吗？再说了，你去上厕所了。我已经去了4次厕所了，你还让我去？你说这话又转回来了。我不刺激你，怎么治好你的病啊？你到底是为了给我治病，还是为了看我出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月辰，的确是你太冲动了。袁州失忆的事情要是暴露了怎么办？行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前后溜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你。你知道我帮忙不是为了你，但你帮忙的是为了我的。你还真是一点背都不吃啊！既然事情都结束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没想到这段时间宋月辰那家伙把私事打理得还不错，几乎没什么纰漏。不过比起我，那还差太远了。你呀，王婆卖瓜。那师傅觉得到底是我厉害，还是他厉害呢？你厉害，你厉害。神机，可以单独找你聊几句吗？有什么事是我不能承认？堂堂私事集团总裁，不会害怕我这会儿的功夫就把你的玄机抢走吧？好吧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就差把这个给你了。辞职信？你为什么要辞职？你不是在公司发展的很好吗？神机，你知道的，我在这大部分都是为了你。司云中说的没错，我有私心。之前他不正常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还有机会。玄机，你喜欢过我吗？哪怕只有一瞬间。月辰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喜欢过你。你爱的那个陆玄机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我不是他。玄机，你不用道歉，是我自己。我到现在没有搞明白我爱的是哪个玄机。你们明明一点都不像，可我却。是我没用，我没能保护好自己爱的玄机。玄机，你不用死，凭我的能力，到哪都可以闯出一番天下。我这个决定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，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。或许你说的没错，我不能把你当做他，哪怕你们想法都一样。在我没有恢复正常的时间，很感谢你对我夫人的照顾。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无论是私事还是我，都可以提供帮助。承蒙司总关怀，不过我想，我们应该没有机会再见了。那就祝二位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不许看别的男人。你呀，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？我就这么小气，从今往后，你只能看我一个人。好，玄机，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。